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8号会见了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王文涛表示，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持续扩大市场准入，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中方展现积极开放态度，而拜登政府却还在大搞所谓小院高墙。17号发布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新规，3家美国芯片巨头一夜之间市值蒸发约575亿美元。10月18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会见了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双方就苹果公司在华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等进行交流。王文涛表示，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持续扩大市场准入，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共享中国市场红利，实现共赢发展。库克表示，苹果公司珍视在华3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支持美中两国政府加强沟通对话，维护和发展稳定的双边经贸关系，为双方企业务实合作创造良好环境。据了解，此次已是库克今年第2次访华。3月，库克曾到访中国，并参观了多家在华苹果零售店。他表示，苹果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同中国市场形成共生关系。而且创新在中国加速发展。在库克访华的同时，不少外资对中国市场以及未来经济的发展也表达出长期向好的看法。美国 CNBC 网站17号的分析称，短期看中国经济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但中国市场仍具潜力，十分看好中国市场长期发展势头。中美其他方面的交往也在推进。日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发言人宣布，州长纽森将于下周访问中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欢迎纽森州长率团访华，希望此访取得积极成果，促进加利福尼亚州对华的交流与合作。我们一向鼓励中美两国各界和民众多走动、常来往，支持两国地方扩大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青年等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中美关系增添更多的正能量。中美出现恢复交往势头，然而拜登政府仍不放弃对华打压。当地时间10月17号，美国商务部下属工业和安全局发布了针对芯片的出口禁令新规。此次新规事实上是美国对2022年10月7号发布的规则进行修改更新后的版本，更加严格地限制了中国购买重要的高端芯片。更新后的规则大幅扩展了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决定本国公司可否销售某些产品的权利。未经政府许可，包括英伟达和英特尔为中国市场开发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在内的芯片产品将不能被出售给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规定中，美国商务部还试图阻止芯片通过其他国家运往中国，将出口限制覆盖面扩大到中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和另外21个国家和地区。销售精密程度略低于这些门槛的所谓灰色地带芯片，也将需要通知美国政府，而政府可以不批准此类芯片的销售。根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此前的表态，新规的出台就是为了限制中国获得可能推动人工智能和精密计算机领域实现突破的先进半导体的途径。美国其实对于中国一直是采取的小院高墙的策略，这个策略一直没有变化。只是院子里我可能发现哪些地方还有漏洞，我都给它缝补上去了。所以双方的关系是在一般贸易品领域可能会有所混合，但是对于一些高科技产品，它是不会有放松的。针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实施单边霸凌行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8号答记者问时回应称，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发言人还表示，半导体产业高度全球化，美方不当管制严重阻碍各国芯片及芯片设备、材料、零部件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美国半导体企业损失巨大，其他国家半导体企业也受到影响。在拜登政府新规出台后，一众美国芯片企业股价应声下跌。截至17号当天收盘，英伟达股价下跌近5%，英特尔和超微半导体2家公司股价也分别下挫1%左右。这3家美国芯片巨头一夜之间市值蒸发约575亿美元。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随即发布声明称，过于宽泛的单边管制措施会鼓励海外客户抛弃美国，另寻出路，既无助于美国国家安全，更威胁美国半导体生态体系。除美国企业外，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股价盘中下跌达2%。该公司发表声明称，美国此举可能导致阿斯麦对华出口出现中长期下滑。公司将寻求美国当局就有关新规实施的范围进行澄清。两败俱伤是必然的。一方面，从它公布新规之后，然后英伟达以及美国系列的芯片龙头企业的股价一直是在下跌的，所以市场的反应也印证了我们这个猜想。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会加速我们国家的国产替代。至于说未来最终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国内国产替代的一个步伐。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会见了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拉夫罗夫此前还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在平壤举行了会晤。报道称，拉夫罗夫访朝是双方早在1个月前金正恩访俄时就敲定的日程，是朝俄建交7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有分析指，拉夫罗夫此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协调普京访问朝鲜的日程。综合俄新社、塔斯社报道，俄外交部19号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平壤举行了会晤，会晤持续时间超过1小时。拉夫罗夫18号晚间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访问。据朝中社报道，俄罗斯外长在平壤受到热烈欢迎，许多人来到机场热情迎接俄罗斯亲密朋友。平壤国际机场旗杆上飘扬着朝俄两国国旗。机场航站楼前停车场内，朝鲜人民军仪仗队列队，人们挥舞着两国国旗和鲜花花束。朝鲜外相崔善基冒雨来到机场迎接拉夫罗夫，而后是一场正式晚宴。晚宴上，朝鲜顶级乐团、国务委员会音乐团和功勋国家合唱团联袂演出。拉夫罗夫18号在晚宴现场表示，此次访朝将为促成朝俄首脑会谈协议落实并取得实质性成果创造重要契机。据俄新社19号早些时候报道，拉夫罗夫在会晤崔善基时表示，9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东方航天发射场举行历史性峰会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两国关系已达到新的战略水平。崔善基则指出，在朝鲜与拉夫罗夫的会谈将是普京和金正恩履行9月峰会协议的重要时刻。另据朝中社的报道，拉夫罗夫指出，在由美国主导的西方集团以称霸世界为目标的霸权主义政策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下，基于传统友好关系的俄朝之间的相互支持具有特别的意义。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完全支持朝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奉行的一切政策。俄罗斯在总体实力方面呢还是挺强的，对朝鲜来说能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的。像朝鲜在军事技术方面，那俄方呢可以给他呢提供很多的帮助。还有呢，就是在能源方面，那朝鲜呢是可以从俄罗斯那儿得到很大的帮助的。当然了，朝鲜在战略方面给俄罗斯作用也是非常之大的。在远东方向，其实呢，俄罗斯也面临着来自西方越来越大的战略压力。面对这种情况呢，那俄罗斯显然就认为朝鲜是一个好朋友，应该呢更加重视，因为利用呢朝鲜，它可以呢去平衡来自韩国、日本以及呢美国这三方呢联手对俄罗斯所造成的战略压力嘛。拉夫罗夫最近一次访问朝鲜是在2018年5月底。在此之前，他曾在2009年和2004年到访平壤。朝鲜媒体报道称，当前传统的朝俄关系顺应新时代要求，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拉夫罗夫此访恰逢两国友谊气氛由于前不久举行的朝俄首脑历史性会晤空前火热的时期。有分析指，这体现了朝俄关系的现状，以及朝鲜如何看待当下的双方关系。按照此前金正恩访俄时俄方公布的后续日程，拉夫罗夫此访是协调普京访朝日程，接下来还有双方政府间委员会会议讨论各领域合作的具体细节。1个月前，普京接待了来访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金正恩曾邀请普京访问平壤，并讨论两国之间的合作。法新社日前援引客观消息指，尽管日期尚未确定，但普京已经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
拉夫罗夫访朝引发韩国高度关注。韩国政府19号表示，政府密切关注俄罗斯外交部长访朝情况，无论朝鲜做出何种言行，国际社会都不会认可其拥核地位，反而会加码对朝制裁。韩方将与俄方继续保持必要的沟通。值得注意的是，拉夫罗夫访朝之际，半岛局势并不太平。具备核打击能力的美军 B-52轰炸机17号首次降落在韩国的空军基地，参与韩国的防务战，并与韩国空军的 F-35隐形战机进行联合演习。据韩媒报道， B-52抵韩当天上午，先在首尔机场参加2023年首尔国际航空航天暨军工展览会开幕式飞行表演，然后飞往青州空军基地。驻韩美军副司令兼第7航空队司令斯科特·普鲁斯表示，这表明了美国对美韩同盟伙伴关系的承诺，是美国所谓促进半岛和平、稳定与繁荣持续承诺的一部分。韩媒称，这是该款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首次降落在朝鲜半岛，也是该轰炸机首次降落在美国领土以外的空军基地。该轰炸机此前曾多次与韩军在半岛上空实施联合演训，但之后总是返回关岛的空军基地。B-52轰炸机最多可携带31吨炸药，飞行距离为6400公里。B-52轰炸机是美国牵制朝鲜的主要军事资产之一。今年3月，在韩美空军联合演习期间，一架 B-52飞越朝鲜半岛。B-52与 B-1B 蓝丝、B-2幽灵一并被认为是美国空军最具代表性的战略轰炸机。其中 B-1B 具备隐形能力，曾于2016年9月在乌山基地着陆。韩媒分析指，这次 B-52着陆的意义和程度上和以往有很大差别。虽然不是永久性的部署，但这程度的延伸威慑也足够严重。美国实际上把 B-52H 战略轰炸机呢，在韩国呢进行着陆，是传递一个更加明显的威慑信号。那就意味着它将来呢，一旦呢是认为有必要，它可以在韩国进行部署。而战略轰炸机呢，